一个问题，您得告诉我，131这个案子跟您有没有关系呢？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爸他不知道。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洪亮，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宇天成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儿吗？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我跟你说说，宇天成当年为了围猎爸，都做过些什么？妈，我出事了，我给钱撞死人了，怎么办呀？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啊！喂，我宇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宇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啊？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姐，身上还有伤吗？没有。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多少，咱们一家3口离开这儿，好吗？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洪亮，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老师，对不起，我没干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小龙，你手里那录音，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老师，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小龙，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您信我吗？儿大不中留啊！老师，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老师，那什么，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老师啊。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们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是我。啊！你跑哪去了呀你啊？啊！你知道你惹多大祸吗？老天没吃饭，疼啊！饿了哈？叔给你带吃的了。不哭了，不哭了哈！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来，先喝口水。我要吃东西。你吃啥？这里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桃啊，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他们这2天呀，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谁们？他们是谁们？警察呗，还能有谁呀？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来这儿，谁抓我？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快去哪儿啊？去矿洞。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灯下黑，懂不懂，少爷？快走，快走！又咋了，少爷？叔儿，给你道个歉。偷偷开工确实是我不对。哎呀，走，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保证，开工之前所有的安全措施我都检查完了，不可能出问题。如果有人是动了手脚，要陷害我们，我们得罪谁了？要陷害我们？说，查，没人要害咱，咱谁也没得罪啊！你记住，这回就是意外，它就是意外。你啥也别想，你只要平平安安的，你办那牢就没白做。听话啊，保命要紧。保谁的命？保我的命？谁要我的命？你告诉我。说，
我求求你，你知道啥？你告诉我。我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你不能出事儿，你啥事儿都不能出。畅儿，听话行不行？叔不能害你。走。不是，那。哎，这哪儿的？老实点，松开我！转过身来，回坐。你们领导，这是啥意思？咱都自己人啊！洪亮，有了吗？有了。多少？323加28。我发个小罗。好。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这太晚了。开始。姓名。姓名。江红军，你听不见吗？这不是知道吗？你还问？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洪亮，你说吧。对小的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江红军，年龄42，民族汉，籍贯东平市兴华区，单位职务东平市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婚，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没啥遗漏的吧？哎，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这给我上谢剧啥意思呀你？你今天要不是跟我问出个1、2、3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人家江队正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来来来，快！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请来的，就所以难免笼罩，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活动。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第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开张留念。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我也会对你负责呀，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就确实啊，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至下派，情非得已。咱们各为其主。万川矿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它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啊，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就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啊，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那最后一个，啊，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没有。哎，你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那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你咋给我扣上了，洪亮？不是，你不是你这调查问题吗？你为什么给我扣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了？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了，但是你并没有珍惜。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那天，你看到的视频，我是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脂，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那漏油是一滴一滴、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油瞬间就喷出来了。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绞车这个绞盘就咬不上劲儿，那生箭断龙，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就背对着我，顺顺真出这里，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来，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江红军，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你看，这就是
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我媳妇儿。哦，你媳妇儿哈？啊。他在这干啥呢？不知道。他签字了，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吗？不会啊。不对呀。你还有别的？你看，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谁呀？不是，太黑了，看不准。黄老师，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哎，你帮我支一下，拿住了哈。你看，谁呀？哦，那这在哪儿呢？在路上，轿车中共室。什么时间的事呢？就是事故发生当晚。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你确定是16个？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哑巴？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熊二强。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了。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我忘了啊！我到那个轿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轿车中控室检查的？我们接到报警嘛，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就你从警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轿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去？我去了那个轿车中控室。我拿那个扳手，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是你自己要去的？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哦，哪位领导？孙局啊。请问孙局全名？东明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复原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
以上情况是否属实？属实。孙觉，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1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把位置发给我。你追啥呢？我就是过过眼瘾，没证据过什么瘾？哎，许觉，怎么了，孙觉？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进去坐。许觉，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已经整整1天了。江南市啊，谁带走的？检察院的人，而且好像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的，就是感觉规格不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许学，就是不管怎么说啊，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儿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你看，你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打个招呼啊？这个招呼怎么打？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会被控制起来。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业务骨干，
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哎呀，就是有些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孙飞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说呀，有没有问题？他媳妇儿跟我说了，昨天从家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几百万现金呐！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雪雪，您先别动怒，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是。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2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万海案？有。谁让他参与的？这个江红军肯定是有问题，那么他经手的案子会不会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你先给我个手。雪雪，对不起啊。去吧，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向我汇报。郑主任，你好，我是住监检察室主任王华山。您好。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不外传。里边请。万海最近情况怎么样？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里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情绪上呢？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的跟他谈过了。谢谢。齐卫领导，他又来了呢。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啊。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万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吧，就这么地吧。
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啥意思？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不是这样，他举报啥呀？万朝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们。哦，那挺好。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他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我相信。你说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来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下面就万川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5月16日晚7点37分，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2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陈总，万总到了。哎呦，贵宾！陈总，哎呦，万总，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陈总，这是啥情况啊？啊，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好，快趁热吃。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万总，来多吃点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好。万总，医院的情况咋样？别提了，死了2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呀，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哎呀，倒了霉了，我这跟我赶上这事儿。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赔多少钱呢？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哎呦我去，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
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儿扛。陈总，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我给。你付，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啊，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还有这个，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啊，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陈总，谢谢宽待啊，谢谢。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让你走，聊完了吗？你就走？这急眼了呢，你再约啊！干什么玩意儿？回去！我们回去，躲开！回去！别动！哎，别动！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呀！我腰！放开我！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升降梯，啪一下掉下去。那是硬伤，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轿车没了刹车油。那个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啊，我真不知道你能干出啥事。班总，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这个案子啊，在审理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战线，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张放同志的意见啊，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18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得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好。刘帅，知道您最近整队特别辛苦。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落地，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2名，开发区纳税第1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啊！之间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
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3栋房都不够。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老乔，查过天龙集团？是的。什么时候？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那就谢谢了。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京开庭第1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2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像。像吗？445310，万海报告。这早不出这事儿，晚不出这事儿，弄我点啥呀？都怪我。超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得咋都劝不住。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那潮呢？潮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潮你别担心，有我呢。哥，这回矿难
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让他把那个条件书签了，兴许吵那就没啥事儿了。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还好点儿，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这现在你就出这事儿了，哎呀，那啥，你也别上火。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不用哥，不用，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谁呀？那天龙集团。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就那个陈总。哪个名儿？陈胜龙。谁？陈胜龙。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哥，万海在这儿呢。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哥，你咋了，哥？哥，你啥时候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上的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啊？就前一段时间啊。哪天呢？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几次啊？总共就1、2回。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跟他唠了唠。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因为那刹车的是我放的。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这公安定的性啊，哥，你啥意思啊？